是徐乐 Tuber 鲁鲁鲁。在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当前最难通关的禁忌森林巨猪领地5星难度，即便非常难打，但还是不少人为了拿大量的金色回响战利品趋之若鹜。而目前也开始流行一套非常平民能够快速通关的室内补平 A 流。若你还在尝试卡蜘蛛蛋，用时光器堆叠几十个妙令分身，每场王关都要叠个5到10分钟以上，还有可能失败个好几次要重新来过的话，现在终于有一套可以更快速、更安全通关的卡组了。洛洛在先前好不容易花了近20个小时学会卡弹后，在立刻学习到室内补平 A 流后，失败1次后，第2次就马上通关了，而且王关耗费不到5分钟。后续试过好几次后也都十分稳定，因此洛洛也把所有应该要注意的详细细节和所有人的卡组搭配都整理出来。后续不论是要找新的通关伙伴，也可以直接给他抄牌；要带人，也可以给被带的人抄牌，方便大家快速又安全的拿到金色回响哦。那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接下来这边先说明3位队友的卡牌推荐搭配。3名队友主要的工作分别是顾家1位，输出2位，3位血量最好平均在8500到9000以上，且搭配金色回响的室内补。血量最少的那位可以顾家，甚至输的等级不用到50等也没关系，但务必检查一下关键卡牌是否都有。顾家的主要工作是在地图左下放置蜘蛛蛋和2角蛇的茶壶，并且适时注意他们的血量。若血量低于50%，可以丢个白仙翼过去回血。站位可以比输出2位更后面一点，主要保护好家里，并且注意不要让蜘蛛的毒液渗透进去。剩下的就是不断透过时光器召唤出分身和咒语卡，清掉蜘蛛巢以及后面蜘蛛网和迷雾蜘蛛的部分。输出工作主要就是在一开场放好凯文后，就可以站到顾家的前面一点去清蜘蛛巢，注意血量不要死，血量尽量维持在70%以上进王关。带火螃蟹的卡组就把火螃蟹放在王的屁股正后方，火烤屁股。另外一位输出就注意血量和支援清掉迷雾蜘蛛即可，就这样简单。3位在进入到王关阶段后，只要卡姐放置的位置和自己的走位没问题，中间卡姐也没有死掉1个以上，以及迷雾蜘蛛出现时有在10秒内打掉，就可以顺顺的在原地发呆平 A 到最后。首先上顾家的牌组，里面能够替换的只有索命咒可以换成咒咒虐，或是呜呜影可以换成扫帚，其他都尽量不要替换。如果你是要躺分顾家的，也请尽量卡牌齐全。金探子主要是可能会需要走到家里补血，或是支援其他2名输出和卡姐等等，因此在重要关头可以多一些移动卡来走位。时光器一有就放，增加输出，同时降低被点到名的几率。膨胀药水也是一有就放，主要放卡姐身上，可以增加雷源的攻速和伤害。若是自己刚好可以吃到边缘的话，也可以加减吃个 buff， 吃完就要尽量和卡姐保持社交距离。白仙翼和呜呜影就看情况放，白仙翼可以注意一下家里的血量，或是看哪个队友血量低帮他回血。呜呜影也是可以放卡姐或是自己身上，也可以主要用来被点名到的当下放物。说说 A 的牌组里面能够替换的也是咒咒虐可以换成索命咒，其他也是尽量不用换。带火螃蟹可以把火螃蟹放在王的屁股正后方或正下方，用来吸仇恨值同时输出。拳拳破心护可以增加一些容错率，其他卡牌的作用同前面所说。输出 B 则是带咆哮性提供全体输出伤害增加45%的 buff， 不过由于咆哮性有时候会乱飞，甚至不小心会飞到卡姐的位置，若是想要打稳一点的话，也可以把咆哮性换成拳拳破心护或凤凰之类增加生存率的保命牌，让自己的站位更加安全一点。玻璃兽主要也是用来回魔或是加减吸仇恨值用。这边顺便也在说明关于巨猪领地5要注意的关键点，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站位和卡姐放置的位置。巨猪大约会在血量24万左右，会在家里附近出现第1只迷雾蜘蛛。第2波则是在血量约16万时，在2位输出站位间会出现第2只迷雾蜘蛛。第3波则是在血量8万左右，在第1、2波出现过的位置各出1只迷雾蜘蛛。当迷雾蜘蛛出现时会有文字提示，可以预留伤害高的咒语卡。在迷雾蜘蛛出现时，要于10秒内立刻解决掉，否则会全屏击杀。同时 BOSS 在出现第1只迷雾蜘蛛后，就会有概率开始随机点名场上玩家，包含分身。巨猪会先吐一口粘液，并且这时头上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叉叉。若没有在这时候用飞天扫帚解扣或是呜呜影之类的咒语的话，就会被王拖进去怀里，并且会被长时间的控制和大量的扣血。若刚好多次失误导致队伍们都被点名且没有躲成功的话，会大幅影响成功率。各个玩家站位的部分和迷雾蜘蛛的出现位置可以参考图片。扇形为王输出的范围攻击，红色小人为卡姐的站位。卡姐放的位置只要范围的最边边有稍微交界到巨猪就可以。
蓝色小人为玩家的站位，尽量不要站到巨猪的伤害范围和卡姐的范围，因此走位的空间也要和队友看一下，不要压缩到某一个队友太挤。所有人若一有时光器，就尽量让分身常驻，用来当点名的免死金牌，同时也可以吸引仇恨值。也要特别注意，所有的分身和召唤物千万都不要放到卡姐的圆圈内，避免有小蜘蛛遗留的毒液位置刚好在卡姐脚下，最后把卡姐毒死，或是巨猪刚好转头范围攻击波及到卡姐等等。若身上有雾影在闲置的时候，也可以把雾影丢到卡姐脚下，避免吸引到巨猪的注意。剩下的只要顾好血量，不要不小心倒地时迷雾蜘蛛刚好出现，就可以很轻松的过关咯。接下来也要说明前面5个关卡的要点以及推荐卡组。前面建议可以3个人都带妙丽回响，可以大致上参考洛洛的卡组，再去针对一些不同的关卡调整卡牌。小关若是能尽量不随便乱走位，都不要乱移动，尽量在完关前保留越多的移动卡越好。若你不是带金探子卡组的话，最好移动卡都要有35到40张以上比较保险。而若是怕自己存不到那么多，可以在待会的独角兽关卡进场前配上1张金探子，并且和队友把大部分的怪都清掉后，留下1只大蜘蛛，接着就是一直洗金探子回步数，等到回够了再把大蜘蛛打死。第一关这边出现的是爆脚怪，难度上不难，顺顺的打过去，并且适时回血即可。通关之后可以选择快速施法，让普攻攻速增加20%。因为最后王关的时候我们会改回室内补回响，因此前面尽量选择相关的 buff。第2关选择左边的蜘蛛巢，要注意小蜘蛛死掉时会在地上留下毒液，而大只的蜘蛛则是会朝远方吐毒液，即便躲在雾中也会命中哦。毒液的伤害非常高，要尽快离开毒液的区域。开场大概过30秒后要跟队友说好，把卫斯理烟火的招扣好，在加时出现的蜘蛛巢一出现时，一起把3发的烟火打过去蜘蛛巢，就可以刚好一波清掉。解决完之后再回来处理原本的蜘蛛巢。主要的输出方式因为小怪很多，也要跟队友有点默契，轮流放飓风咒或是水牢，避免冷却的时间重叠。因为第一次打这边的血量打得不是很漂亮。通关后选择 buff 的部分，若对走位比较没信心，担心移动卡王关时不够用的话，可以选择乘胜追踪，击败单位后会附1张移动卡。而若是对存移动卡有信心，则可以选择加攻击力10%的无坚不摧。第3关选择左边的独角兽事件，在开打前可以2名或3名队友各换上1张凤凰，用来保护独角兽，维持它的血量，只要它不死到最后就可以拿到 buff。这关一样是非常多的大小蜘蛛，需要透过群控的飓风咒或是范围伤害的卫斯理烟火来清蜘蛛群。最后通关可以选择魔力充盈或咒语印记，选择魔力充盈就要记得王关时要让魔力尽量在8以上，才会有增伤25%的效果。第4关是最讨厌的狼人关，在这一关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带任何召唤物的卡牌，否则当场上召唤物死掉后就会产生小狼，最后小狼会越生越多，多到杀不完。这边主要就是3个人都站在一起，并且轮流使用飓风咒、雾影、水牢、全全护心魄等卡牌，也由于等等就是王关了，可以趁现在多用白血影，能回多少血就回多少血，不要让狼人靠近或是扑过来即可。同时要记得扣卫斯理烟火，在第一时间3个人一起用烟火把加时蜘蛛巢和伴随在旁的小蜘蛛打掉。过关后可以选择20%几率造成双倍伤害的会心一击。第5关就是王关前的备战休息站，可以在这边先把王关的卡牌和回响换一换。若是有人有带大补血药的话，可以选择练习魔法，增加魔力值和移动速度。正式开打前可以再检查一下卡组有没有被换回来。开场大家都先往左方移动，在安全区域放下凯文后，顾家的开始生蛋跟泡茶，并且观察队友的血量和家里的血量，再把分身往前放，自己和家里安全最重要，其他交给输出位。把蜘蛛蛋都打掉后，就会出现你惊扰了8眼巨蛛，进入5星难度王关，开始进入卡姐的摆放和全员各就各位。摆放位置可以参考洛洛影片中画面，让边缘稍微有和 BOSS 重叠一点点就可以了。同时一边转动视角关心一下家里需不需要喝奶，一有膨胀药水就往卡姐身上丢，有时光器也是往前放，死不足惜。接着随时注意血量，到24万时就要随时注意迷雾蜘蛛，而后第1只迷雾蜘蛛在家门口前出现，可以靠自己加分身平 A 打掉。
若不放心，也可以扣着索命咒秒杀，接着回到原本的输出岗位，剩下就是在等第二波迷雾蜘蛛。若队友血量较低，也可以帮他们回复血量，或是有人倒地的话，看情况移动过去帮忙清迷雾蜘蛛。这边第二只迷雾蜘蛛出现，发现有人倒地，赶快冲过来查看，但还好迷雾蜘蛛有解决掉，于是再回到原本的位置。第三波迷雾蜘蛛出现啊，空炸！赶快用分身平 A 一起顺利解决掉。最后一波往往是3个人都要配合得当，最好都不要倒。若能打掉第3波，胜利就在不远处喽。若是不清楚输出视角的话，也可以参考洛洛的火螃蟹站位。这局顾家位的血量只有8000，也是打得非常稳哦。王冠的部分只要注意不要让分身和召唤物站到卡姐的范围内，同时注意迷雾蜘蛛要赶快清掉，剩下的就可以发呆了。后面这边因为队友的分身踩到卡姐的范围，所以 BOSS 的范围技就会刚好打到卡姐了，因此要特别避免这种情况。最低的容错率只能倒1只卡姐，若是倒2只的话，可能就要直接重来了。以上就是居住领地5星难度的室内补发呆平 A 流通关解说，虽然也是参考陆服的大佬们的打法，不过其中还是有非常多要注意的眉眉角角，因此洛洛还是在做了一支详细的影片，解说各个通关后的心路历程和要注意的细节，希望大家都能顺利通关。后面洛洛有开直播时，也可以带观众打居住领地咯。若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不要忘记帮洛洛点击喜欢，让我知道。那有其他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目前洛洛也有专属 Discord 群组，也在下方影片描述栏，欢迎加入和大家一起讨论游戏技巧。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虚弱 Tuber 洛洛，我们下次见喽。